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3对嘉宾朋友，有请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小吕，37岁，来自山东，兼职主持；小月，29岁，来自山东，销售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评价一下你们的现状。我们俩在一起7年了，一直都没结婚，一直跟他没名没分的，糊涂着过日子。好好过日子。我现在想结婚，可是他现在变卦了呀。你对另一半有什么不满？他心智不成熟，是个巨婴，比我大8岁，还是个少爷脾气。说话太难听了，一点都不够心疼我，太过于强势。别的夫妻叫7年之痒啊，这叫7年之恋，是吧？想结婚是吧？谁想结？今天我想结婚。你变卦了哈？我不想结了。说说吧，怎么了？我们俩在一起也有7年了，之前我也有给他提过结婚这个事情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就是也该结婚了吧，然后他就说我还没玩够呢，就不想结。后来我们有3、4年的时候，我爸妈那边也就说就是你也该结婚了吧，老大不小了吧。他说那结婚不得买房子吗？那买房子2家1人1半吧。你说就是哪有买房子要女方出房子呀，对吧？这我们那里反正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。其实那个买房子就是个借口，当时嘛我就觉得才30出头嘛还小，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，然后对未来嘛还在探索，就觉得不想结这个婚，就找了一个借口。后来也因为这个事，那我爸我妈对我意见也挺大的呢。我妈都甚至说，反正是你还有弟弟妹妹，那我就白养你这个闺女了，我就当是你嫁出去泼出去的水了，你以后你吵架你也别回娘家了。哦，听明白了，爱咋咋地，是吧？对，只要你们俩好就行，是吧？不管了。后来就是我和我妈开了个美容院，就没什么生意，就没什么收入了。他就说就是每个月拿出2000块钱，然后1年也给了我3万块钱。当时我爸妈说这钱不能要，就是说坚持不能，然后他就死乞白赖的说你放心，你的就是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就留着吧。然后这钱我都收下来。那我爸妈觉得这人还行，就是心眼还挺好的，然后就说那你们就看看给定下来了吧，也该结婚了呀，你早点结婚早点要孩子，我还能帮你看孩子。之前没提孩子，这一提孩子他就说要什么孩子，我自己还给个孩子呀，你现在要孩子这么早干什么？你不耽误我事吗？那我还想来天津呢。我就觉得这人心智特别不成熟，这不是一个孩子吗？这不就是一个大孩童吗？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不就喜欢大孩子吗？要不然你找成熟的呀，是吧？没错，他比我大8岁呢。我当时找他的时候，我就想他年纪这么大就能心疼我呀，这肯定是能向着我。那谁知道他心智这么不成熟呀？啊，不有句话说得好吗？男人至死是少年。后来跟他来这边了嘛，来这之前呢，我们也有跟他父母生活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他特别妈宝，就什么事都要他妈给他做主。你买个衣服，你剪个头发，你说你自己不能做，那我还能给你买啊？不行，就让他妈给他做主去。而且他妈还特别宠他，就特别偏向他。有一次他胃不太好，然后就是买了一些海参啊，就补一下身体嘛。那我还是我辛辛苦苦我做好了，我端好了，我放在桌子上去了。啊，我刚要给他盛一碗，给他妈妈盛一碗，我刚要给我自己盛的，你的他妈妈说什么？你别吃了，我也别吃了，我都给我儿子了。你看咱俩壮的跟牛呀，反正咱俩老牛吃不了茉莉花的。你说我妈都知道都心疼我，你都不知道心疼我吗？那他妈他也不能就是老是说我呀，说我要体谅他儿子，说的啊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看我儿子对你挺好的呀，那你钱不都归你管了吗？那叫保管，我不能花，那我一花，那个脸都拉了跟个驴脸样。我脸有驴脸长吗？我不是有点胖吗？我就买了个甩脂仪，就用了1、2次放那了。他看到了数落我一次啊，看到了数落我一次。双十一618那买几身衣服不也挺那个吗？买了也就10多件嘛。我正在高高兴兴的拆快递呢，人家看到了说一句啊，你还能不能行？你会不会过日子？钱你要是能管你都管，你不能管你就给我吧。你说这成什么？那我天天我在家当牛做马的，那我还给你收拾卫生，我还做家务呢，对吧？所以这里面大概有2个信息，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啊。第一是
您那个时候工作吗？我工作，因为我和妈也工作也挣钱，对吧？对。第二个信息就是说跟婆婆住在了一起。对。那这个你们没结婚是吧？没结婚。没结婚就跟婆婆住在了一起，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想的？那段时间跟我爸妈关系也不好嘛。所以实际上面可能有很多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这不就是夫妻了吗？因为当时确实是一心想跟他结婚嘛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就是一直坚持下去了。现在2个人是在天津对吧？对。那就是公婆也在天津吗？他们不在，他们不在。现在你们俩是单独在天津生活是吧？对，不来还好，因为不来之前他爸妈还能照顾他。那来了之后，那我都成他妈了，我都感觉他妈那火炬给我手里面去了。现在我给他收衣服，我给他找东西，你就哪怕是钥匙，你挂在那个鞋柜上，人家看不见，都要问我在哪里啊？身份证放哪不知道，都要问我在哪里啊？我都觉得你不应该也要照顾我吗？我们俩组成这一个小家呀，对吗？我们互相体谅呀。人家没有，人家就妥妥一个甩手掌柜，什么都不问，全部都要交给我来给他处理了。就有一次吃完饭了，那个碗没洗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把碗洗了吧，是吧？我也累一天了，答应的我可好了，行，我去洗啊。然后就拿着手机在沙发上就站着坐玩了。然后我出来，我一看碗还没洗，那我就挺生气的嘛，那我也不洗了，我就给他置气置了3天，那碗真的放那里放了3天就没洗啊。我这实在没办法了，那还是我去把它洗了去的。没做1天新娘，一夜之间变老娘。那现在能理解为啥不想嫁给他了是吧？之前对我确实也挺好的，你也会想的就是出去了，然后见到什么也会想着带给我。那现在人不。他不来天津了之后，他不是做这个兼职主持了吗？那我觉得也行，确实是收入比之前高一点了，多赚点钱回去结婚呀，对吧？人家不是，你学主持就学主持，你去学什么方言呀？学什么说唱呀？你学什么喊麦呀？你学什么配音？我就觉得和主持没什么关系呀。最可气的就是他偷偷摸摸的买了个车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花6万块钱。你总得告诉我吧，对吧？我们俩的小家呀，学不是个问题。自己买了个车是为啥？这跟学习有关系吗？跟我们讲讲。买了个车也是为了多跑场嘛，有的时候天不亮就得起床嘛，然后就想早点过去，也没有想太多的，就想多挣点钱，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多努力。哎，我想问一句，这不是钱都上交了吗？你哪来的钱偷偷买辆车呀？私房钱。你能挣6万的私房钱？对，还有就是我们钱，他虽然是给我的，但是我们钱都是共同用的。然后我也没有限制他不让他用。其实我生气的我不是生气他其他的，我就生气你用这个钱你得告诉我吧，这是我们2人的家庭呀，对不对？他也没告诉我呀。平常你们俩聊得多吗？现在不是很多了。为啥？因为我学的东西嘛，也想逗他乐，比如说这个方面，他就说你闭嘴，别说话，改个口，我们听听呗。对，我们也学一下。哪儿的方言啊？四川的、河南的。说两句。这四川人在考察呢。四川的咋个说嘛？你要做啥子嘛？我来这搞点演讲说。第二个还有点像。还学什么呀？你像云南的，你也和浙南一样啊？我放的还比吃嘎，小孩点我们去喝点酒嘎。哎，可是你在天津为啥没学天津方言呢？会一点。姐姐，你干嘛去啊？哟，你买的是马这青菜，嘛贵嘛便宜嘛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欣赏，就特烦那种，是吧？是，我觉得他这个没什么用，而且他现在他也不和我交流。他不跟你说，跟谁说？哎，我这说这个我就可生气了。有一次我们俩就回家路上，都到家门口了，他遇到只狗，和狗聊起来了。哇，正好还有个小片段，你们可以。别跑嘛，是不是？天那么冷，咱们俩有个照顾，对不对？你看你那么可爱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一个人出来玩啊？是双手一抬，是年年有才，是越来越好，是美丽成才。你看你高鼻的小嘴越来越美，你看你的耳朵是性感多美啊，是不是？你比多少人都美啊，是不是？妈，你看他这不是有病吗？哎呦，我觉得你长得真的好漂亮啊，真的。他现在他宁愿给狗说话，他都不给我说话。哦，两口子他得有一积极反馈啊，就是如果我跟你说什么都转来一个大白眼的话，慢慢我也不愿意说话了。那我之前我也给他撒娇呀，我让他哄哄我呀。那问题是他现在他不理我呀，他就不和我说话呀。都有那么一次，我们俩也是去逛街嘛，然后前面有2个小情侣，那人家就是在那并排走的呢，他过去了说：“嘿，兄弟。”牵一个手呀！
我都不明白关他什么事，他凑这个热闹去干什么呀？我不就想帮人小伙子打打气吗？我都觉得那好歹是遇到人家小年轻，脾气还挺好的，这还没生气啊，那要是把你揍一顿呢？你给你自己打打气吧。你女朋友不是要跑了吗？不结了是吧？今天也确实是看他能不能改呀。改啥？你成熟一点嘛，你都30多了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也不能让我老是操心啊。所以成熟的标准在你心里是啥？最起码就是能负得起这个担当嘛。就我都29了，我也想早点结婚了呀。说白了，我还是离不开他。对啊，你们给我这个修吧修吧，我还能照用。我们也有年轻的情侣什么的，你们听了这有什么感受啊？我挺理解这位姐姐的，因为我感觉我对象和她男朋友一样特别幼稚。分呗，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就是需要痛快一点。对于女生来讲，你自己已经讲了，我等了7年了，7年它没有任何变化，反而还会有一点蜕变。我说蜕变就是往后退的退。3天碗放在水池子里不洗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2个是怎么想的。要是放我的话，3天不洗，我觉得这人就已经没法过日子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你们都有错，没有一个人全对。对于女生来讲，还没有结婚之前你就已经住在别人家里了，这就是你自己已经把自己轻贱了，本来就不合适。你别说因为我跟我爸妈干了，所以我就得扔到他们家去。一个独立的女生不会是依赖在别人家里边，所以你自己已经把你自己放低了，你今天想要拾起这个面子拾不起来了。那对于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，你看似一直在开玩笑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女孩说的关于海参的事情。您真觉得就该您一个人吃吗？只是开了个玩笑，没肉。那您开玩笑，您为什么不认真的做一件事情？您自己把这个海参舀起来，给你妈妈一碗，再给她一碗呢？你就应该2个女人，一人一碗，再给你一碗。为什么好东西就你一个人独吞呢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既然已经很辛苦，他也在赚钱，为什么你们俩不可以共同把这个家做好呢？你也不愿意做，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，你俩都不想要组建一个家，没必要因为浪费的7年日子而接下来70年还这么过。分开可能是对你们来讲最合适的，因为你们2个人都是个孩子。22岁的时候恋爱呢，可能觉得一个男朋友好玩就已经挺不错的了，他到今天都挺好玩的，他跟一小狗都能特别好玩。但是到了29岁要过日子，发现一男的光好玩不够，对，他总要有担当嘛，那你总得把家撑起来嘛。就是2位如果真想在一起过的话，我觉得小吕应该转变得更多。作为小月，你觉得自己还有资格提要求吗？你们现实上就是2口子，你7年之前就该提，但那时候是让他好玩来着。所以想想自己要真想结婚，自己到底是有要求还是没有，别明明心里有，嘴上提不出来，那可就委屈好几10年了。我着重要跟小月讲一讲，你如果还想和小吕在一起，那么你就要调整自己，你可以把它改变了，你可以用你的方式，而不是冷战，而不是说你生气你埋怨，天天埋怨，不是。其实我觉得7年了嘛，我也想就是说做些改变，来到天津，然后和他一起努力改变自己，想多学一点，可他总是不理解我。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会哭吗？他不懂你，他也不懂得欣赏你，这是你俩最大的问题。我觉得最初你们在一起是有爱的，可是随着7年啊，7年其实有那么多个日日夜夜，你们俩没有在往一条心上过的路上齐头并进，没有，你俩始终在2条路上走。你嘻嘻哈哈是想带给他一种快乐的、诙谐的、幽默的状态，说我男生嘛，至死都是少年。他不吃这套，少年得长大，在他心里，你要保持少年的那一面，但是你7年之后，你得是一个成年。女生其实你的问题在于，你所有对她的要求和对她的沟通方式，你不是说你要什么，你全部用的都是抱怨。你直接说呀，晚第3天的老公，你可以生气的说，把它洗了。而不是说哎呀抱怨这人怎么这样那样什么，然后最后还是自己洗了。所以你们俩在2条不同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我的感觉在一起就真的很累。刚才我看你这个男朋友这个视频啊，他和那个小狗逗着玩，其实我觉得挺可爱的。他能够蹲下来跟一个就是流浪的小狗那么温柔的去说，但他为啥不能跟你这么说话？因为你从你心底就不认可他。我觉得情侣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彼此不认可。我觉得你们好好思考一下吧啊！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就认为我应该是个少年，我和一个流浪小狗就可以那么开心的说话，我就会在马路上去跟一对情侣说：“哎呦，加油！”
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可能未来10年、20年，即便他成长了，他依然这部分状态还在那儿。对有些女人，这是一个可爱的男人；对有些女人，就说这人不成长，我不喜欢。给你们看一段那个南方妈妈的采访。黑人，我替月先说你2句。你媳妇是个好闺女，捞你结婚你一点都不着急。月没过门，但我一直认她是咱家媳妇。我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别总和月争，你当愣着她的。月黑人挺老实的，不抽烟不喝酒，上班认真干。我也表个态，以后你俩吵架肯定不偏心眼子，我都帮着你。有这么一个妈，那儿子就是长不大嘛。我其实挺感慨的啊，39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，肩上的担子已经非常重了。你上来说了一句话，说男人至死是少年，少年不是让一个男人拿出来给自己的不成熟做开脱的。你妈那个片段我放给你看，我只是想让姑娘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儿，这就是雷老师说的那句话。你已经在这个家庭的影响下和自我的影响下，你已经认定了这是你老公了。你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你进入到的就是一个结婚的状态，改不了。他不是至死是少年，他是至死不长大。你有什么好哭的？你努力什么了吗？39岁，你告诉我你努力什么了吗？努力是要让身边人感受到的。你说我努力给他好的生活，他有好的生活吗？他幸福吗？我是觉得女生就是这样的男人，不要试图让他去改变。他有他选择生活的方式，那你就给他生活的道路就好了。他的生活道路就是那样的，他有他对少年人的理解，你有你对家庭的需求，为什么一定要跟他绑在一起？我特别是看到婆婆说那段话之后，我更绝望。就是那是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无微不至的，就怕受伤的一个老妈妈。老妈妈对你的期待非常简单，你说那句话说对了，丫头啊，这个孩子我交给你了，你也不是他娘，你只是因为对他的爱，那他得给你啊，他爱你吗？自己也说了，撒娇都视而不见，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？所以今天如果你勇敢的话，就别出来。谢谢两位啊，你们再听听他们的事儿好吗？来，请回，来，有请下一对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黄，22岁，来自安徽，学生；小马，23岁，来自安徽，学生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对方有没有踩中你的恋爱雷点？他当然有啊，谈恋爱最大的机会就是对前任恋恋不忘。我觉得没有哪个女孩子可以接受。我觉得他应该没有，就是他总爱脑补一些不存在的事，让我理解不了。你觉得对方是合格的伴侣吗？他完全不合格，每次和他吵架，我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勉强合格吧，但是他的敏感多疑和恶趣味让我感到十分的压抑。同班同学啊，是，就可能是同班同学吧，然后我追了他2次，然后第一次追他的时候就要官宣了，谁知道他就和另外一个女生官宣了，但我当时就不太看好他这个恋爱，果不其然2个月之后他就被那个女生甩了，但是我感觉我还是可能有点喜欢他吧，然后就再一次追他嘛，然后又追了1个多月，然后也可能就是帮他疗伤吧，然后就最后我们在一起了，现在我们在一起2年。早就帮前女友给忘记了，他老是拿我前女友说事，你知道吧？我有时候爱发呆啊什么的，他就说我在想我前女友什么的，他就是爱瞎想，爱脑补一些东西。可是我们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我还发现他那前女友在他那个置顶1周年，哎，为什么置顶前女友？一时大意没有删。他一时大意相信吗？一时大意1年，哎，不信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恋爱一开始的时候，一听就有问题。感情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男生腿很长嘛，对。你踩着2条船劈着腿呢嘛，是不是？没有踩2条船。那为什么他会觉得你要跟他官宣了，你跟另外一个女孩好了呀？只是天天聊天，也没有跟他示好呀。哎，我多问一句啊，1年了才发现他置顶吗？对，他就置顶了，偷偷置顶了1年了。对，他也没给我置顶，而且在那新标，他没帮我新标，然后给他前女友那时候还备注什么他大宝贝儿这种。那还真的没忘，1年了，他俩好1年了。接着说前女友啊。然后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喜欢陈小春，然后刚好陈小春当时要去安徽开演唱会嘛，
他又没买到票，然后就想着去当那个演唱会保安嘛，保安也可以听歌，然后就想着他既然这么喜欢，那就陪他一起去吧，对吧？但是听歌这都挺好的，可是听那个陈小春唱那首《独家记忆》的时候，他就那种绷不住了，就在那哭啊。事后我才听他室友说，他前女友也特别喜欢陈小春，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样的啊！我就是单纯喜欢陈小春的歌而已。当时他最后一首歌嘛，现场氛围比较好，所以就哭了。我本身对感情就比较敏感，有时候看电影也会哭的。根本就不是，他看电影从来不会哭。就是我们上次去看那种特别感人的电影，我哭得稀里哗啦，他还质问我说这有啥好哭的，就哄骗你们这种小女生的。不是，主要是小黄打听了，这个《独家记忆》是前女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他就是死不承认这一点，然后他不诚实，我感觉这样的话对我也特别不负责任。不是，你就特别希望他跟你说，就是我前女友在我心里面有一个角落，偶尔我会想起她。那我也肯定也不希望这样呀。那谁？但是这是实话呀，你接受吗？那我不能接受。那你跟他分手吗？那我也舍不得。那你不活得拧巴吗？宝宝心里面有前女友吗？没有。非常确定吗？非常确定。以及肯定吗？肯定。OK， 这件事儿过，来说说他有什么恶趣味。我印象很深，他在小片说，我女朋友还恶趣味。来，他有什么恶趣味？就他这个人吧，他要什么他也不说，就需要你去猜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，就是这种。那可是喜欢什么？那不是男生直接送给女生吗？那我如果直接和他说我要这个东西，我要那个东西，不就感觉是我伸手要来的吗？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惊喜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知道他确实是需要什么呀。就像上次过生日的时候，我送他礼物，他也不是很喜欢嘛。他当时过生日，我就问他，你需不需要买个东西送你当礼物啊什么的？这个用问吗？当时都到我生日会了，然后蛋糕还是我自己点的，然后最后他看我生气了，他才送的，不是他主动送的。那后面我不也是问你室友你需要什么吗？然后你室友说你丢了个口红，我就想着给你买支贵点的口红吧。我一个大男生又不懂口红的色号什么的，我就想买贵一点的，然后就送给他，他就生气，你知道吧？他就说这个色号不适合他。那色号送的我涂嘴上就感觉马上我就当妈了那种，那适合我吗？那我喜欢什么色号，那你不能看吗？我平常涂的不就那几种吗？那我也提前做攻略了呀，感觉这个色号你涂上肯定会很好看的。他就因为这点小事跟我生气，非要我涂上口红去上课，让他再原谅我，非常不正常。你后来涂了吗？肯定涂了呀。那我原谅你那个趴在他肩头哭那个什么独家回忆了。然后呢，有时候我上课睡着的话，他也会往脸上涂东西。我今天也把照片带过来，让大家给我看一下，给我评评理。哎呀，第一张就是我上课睡着了，他往脸上涂东西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下课我要去食堂吃饭，那么多人看着我，我感觉很尴尬，还是回去室友才告诉我的。然后下面2张就是非要我涂着口红去上课，涂了1层不行，还要涂2层，就一直涂嘛。涂完以后还要画个小尾巴，这才原谅我。可我看着这不是挺甜蜜的吗？这不是甜蜜吗？但说实话，那个口红色号还挺好看的。所以人家说了嘛，一涂上就是妈妈了。行，男生能接受对吧？现在能接受。你看，还能这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原谅他那个趴在肩头哭了。还有啥问题？就是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出去玩什么的，但他陪我这一点确实也挺好的。但是他陪我还不如不陪我，陪我出去做计划也是我，行程什么安排、酒店住宿，什么全都是我。但是他还会挑你刺儿，给你甩脸子说啊，你酒店住的太远了，你吃的不好了，不合他口味了，景点不是他想去的了，反正事儿特别多。那一开始我也安排好不好？我提前做攻略什么的，他也会挑我的刺，说我这做的不好，那做的不行，然后就想说。你做得好，那就你来做了，然后后面也就他来做嘛。而且我这个人本身就不喜欢旅游，喜欢宅在家里打游戏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后面就陪他一起嘛。可我们去爬泰山的时候，征求过他意见，他当时还是给我甩脸子。他爬得特别有劲，然后我就没劲了嘛，然后就想着让他鼓励我一句，然后他真甩一句说：“拜拜，我现在上山顶等你喽。”当一个男生在你过生日的时候，他都问生日要什么礼物，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成长里面缺课的，他连这个都不懂。明明是这么一个人，你都知道，你还考验他，就是你知道这人不能完成这个动作，你非要让他完成，你说你是不是笨呀，姑娘？还来一句，你先走，让他猜，那我肯定先走啦。他心里没有这个弦儿啊。接着说，还有什么要控诉的？而且就是我们平常出去吃饭是什么的，是不是？服务员总会问一句：“2位有什么忌口啊？”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他就说我不吃葱花和香菜。可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吃香菜，就是那种吃火锅点香菜涮火锅的那种。那是不是又想到他前女友了？是你自己不吃葱花和香菜吗？对啊，我不吃葱花香菜嘛。根本就不是我，那送早餐的时候里面也有葱花香菜，他吃的也挺香的呀。
那以前喜欢吃，又不代表现在喜欢吃，是不是？现在口味变了嘛。前女友就好了2月，你俩都好了2年了，哎呀，听着真费劲。因为我生病的时候，他对我就是啊，多穿点衣服，多喝点水，多休息，是不是？但我听他室友说，他前女友生病就是那种又买药又买水又买男宝贴送过去，可积极。那一开始我问你要不要买药的时候，你说你不要，你说你有了，然后我就没买嘛，我想买了多余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老是拿前女友说，是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。不是，谁让你们俩要官宣之前你就跟人家官宣的？这是个刺激啊！你女朋友受刺激了，你知道吗？2年前啊，那刺激很大的，因为只要跟前女友比，总有做的不如意的。所以我刚才说，你女朋友这是受刺激了，你把她刺激的比较狠，所以谁让你腿长来着？一根刺扎在那儿，一直没拔出来，你也没负责拔。我就是让他改变一下，让你们。你希望我们把她变成什么样的姑娘？就是我说那种说什么你爬呀，什么你先走啊这种，但是你要懂我，就是说我其实内心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这样说这而已。他没有这种2个人的意识啊，在他的生活里，你看他的原话，我就喜欢打游戏，你找个打游戏的女朋友啊。人家就喜欢旅行啊，你们找你们自己喜欢的配套的不好吗？这多拧巴那姑娘。但是我能理解啊，我能理解，就是22岁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用一个不爱我的人表现出他爱我来证明我可爱。这事儿你得理解，在你22岁的岁数，这事儿干的吧特别有劲。但是到了我们这个40多岁、50岁上下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事儿特别无聊。不好意思，我问你一下，小马，你是初恋吗？其实我觉得这女生她主要就是很缺乏安全感的，因为女生总爱说反话，因为我有时候我也挺爱说反话的，那就像爬泰山的时候，确实是挺累的，那你肯定你拉拉我呀，对吧？所以她就没听出来，她也听不出来。如果咱们刚才聊了半天都是什么前女友啊、恶趣味，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根本不存在一前女友的话，你觉得他身上还有哪儿好？他长得像徐志胜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行，只要他没有前女友，你还对他有兴趣就行。我是觉得我从来没认为你俩在谈恋爱过。女生你喜欢他，纯粹是因为他长得是你的那个点。对，是因为你自己第一次看到他，你觉得诶这个人很好，我想要追他。追他不代表是因为爱啊，就像我们想买一件东西一样的，我想买一件衣服，我想买一双鞋，我想买一个好吃的，我不一定因为爱，我只是想要占有而已。占有不是爱，只是一个控制欲望。你喜欢他不是喜欢，你就是想要他而已。你希望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符合你的标准，你没有得到你会觉得难受，所以你一定要从别人那儿抓过来。我自己一直认为好的爱情就是能够自然而然表达需要。女生特别是初恋谈恋爱的话，女生是在男生面前能够自然的撒娇的，能够自然的表达自己需要的。哎，我不舒服了，你抱抱我吧；我不舒服了，你陪一下我；我不舒服了，你扶一下我。你可以表达，但你从来没有表达过。同样对男生来讲，你爱他吗？你也不爱他吗？我不知道你找他是不是想要气你前女友，你就想让你前女友知道，你看你不要我了，还有一个人要我，这个人对我还很好。所以女生放开自己吧，别在这儿跟他在一起耗了，耗得多累啊。那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就得认输啊？凭什么他心里前女友排第一啊？我就不服！我的青春就要较这劲，我就要在他心里把前女友干掉。我爱不爱他再说，我得赢。你的女朋友爱不爱你这事再说，但是你女朋友对你一定有兴趣，兴趣来自2个人，一个叫前女友，一个叫徐志胜。只要有这个兴趣在，2个人的关系可以延续。但是你要说你们这恋爱谈的质量有多高，我觉得这质量真不高。我们就算把它变成了事事都能懂你的那个人，你也会发现其他的在他心里战胜前女友的契机。所以你们2个继续恋爱下去一定会有矛盾。你们觉得生活因此而充实，那就好。我是觉得吧，你们俩应该更多的现在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自己的学业上。女孩子一定要经历初恋，你才能成熟。你自己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你们俩完全是蛮拧，就像那个小鹏老师说的，你没搞明白什么叫爱。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你们把精力放在你的学业上，你们今后会感谢你们这一段感情。女生，你没发现你其实跟自己谈了场恋爱吗？你全部活在自己的假想里。
你认为一个男孩跟你谈恋爱就应该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认为一个男生和你谈恋爱就应该知道送你什么，那个男生不是他，是你想象出来的一个男朋友。你干嘛折腾自己呢？找一个对吧，像这个像那个，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而在一起的男生呢？你就找一个真正懂你的，愿意和你分享的，喜欢你的。这男孩不喜欢你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他如果喜欢你的话，会把前女友置顶1年了吗？这个人有点浪费我们少年之心。我没说他好与不好，我是觉得浪费你那颗初恋的、无畏的、有勇气的少年的恋爱之心。这大学都剩下尾巴了，咱抓点时间谈场真恋爱不好吗？男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是那傻少年，谈2月不就被那个你官宣的那个女友给甩了吗？他没甩你是种种原因，但你谈不成一场好恋爱，怨你自己。咱们第一场恋爱分手了，他要把你追回来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珍惜呢？你都同意和他在一起了，你不珍惜他，你不珍惜他就是错过你自己。2年的时间你也没有好好爱一个人，蹉跎2年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相信一个为了看自己喜欢的歌手演唱会而能想出去应聘保安的人，在人情世故通达上面不比任何人弱。这个世界没有不懂的，只有不愿意做的。雷老师其实谈了一个叫求而不得嘛，求而不得是你支撑你这段关系的一个最大动力。我知道你的要求是不合理的，我让所有人知道，在所有人的眼里，我的女朋友是一特作的，我多可怜呀！我为了你，我上课这样，其实她满足了你很多的情绪，所以你才离不开她，没有什么好较劲和计较的。但是我觉得这2年恋爱谈得挺值的，让你知道了恋爱当中有些坏情绪会影响你，让你也知道了有些事情需要珍惜，挺好的。想接着玩闹，你们可以接着玩闹啊，大把的好时光，你们只要不觉得浪费，没人替你们可怜和心疼那个时间。相恋7年，迟迟走进不了婚姻，男生现在想娶了，女生又在那儿扭捏了，你们觉得这一对会出来吗？会啊，会。我都希望女生别出来，但我觉得她还是会出来。我也觉得是高概率会出来。对。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哎呀，觉悟了呢，挺好的。女生想明白了，可以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想明白了，29岁哈，生活再开始也挺好的。对于那个男生来说，你应该明白，就是你到底应该怎么做。对于那些真的爱你的人，或者叫呵护你的人，你应该怎么去珍惜？第2对年轻人的就不好预测了哈，会出来。我觉得还会出来。我就是要在你心里干掉前女友。不会出来，不会，我也觉得不会出来，不会出来。2年耗得太累了，并且马上必分了。我还是觉得会出来的。我觉得他们这场闹剧还没折腾完呢，真的火还没熄。不管是不是爱啊，火还没熄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。这对大学的同班同学在2年期间，这段恋爱谈的是拧拧巴巴、扭扭捏捏的，他们会出来吗？请开门。说吧，你看，哎呀，终于。还是听懂了，听懂了，成长了，我觉得这就对了。来，最后一段，不出来，这是一个态度，我们认为不该出来。对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也谢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